有没有想过，你租的房子根本不是房子，而是鬼屋？1周前，我带着女儿在我单位附近租了一套房子，房子宽敞干净，离单位也近，最关键房租还很便宜。房东是一个30岁上下的漂亮女人，跟她同住的是她的母亲。房间里什么都有，你什么都不需要添置，但只有2个要求：第一，不能往墙上钉钉子，我们的房子一直保养得很好，我妈妈不喜欢墙上有洞；第二，不要寄快递到这个地址，我妈妈喜欢偷拆租户的快递，若是丢了东西，概不负责。我一愣，忙说一定保证遵守约定规则。可我住进来当天晚上就遇到一件怪事，女儿总说房间有味道。妈妈，臭臭，开窗。我想着也许是太久没人住了，有霉菌什么的发臭，而我有鼻炎，也闻不出味道。为了女儿，只好一整晚都开着窗。到了半夜，我女儿突然惊醒，妈妈，我听到有小弟弟小妹妹在哭。我感觉有点诧异，妈妈没听到啊，宝贝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妈妈，不是梦，是真的，有小弟弟小妹妹在哭。我心疼地将她抱在怀里安慰。好了，妈妈知道了，宝贝不怕，妈妈在。后半夜，我一直把女儿抱在我的怀里。其实我也感觉出来这房子有些奇怪，晚上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总觉得床在随着地面起伏，像极了什么在呼吸。早上一开门，我竟发现一串水脚印出现在我的房门口。直觉告诉我，事情并不简单。等我送完女儿上幼儿园，到公司才想起来做的计划书没带，只好请了假跑回去拿。就在我拿了材料要走的时候，房东老太太走出来，阴恻恻地看着我。走吧，再不走来不及了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阿姨，您为什么要赶我走啊？你女儿在吗？我正想找她问点事。她不是我女儿。老太太打断了我。如果我说她是我妈妈呢？我被吓到了，慌不择路地跑了出去。若是如此，我和牙牙得考虑搬家了。但这个房子是半年起租，押3付3，租这个房子几乎花掉了我大部分积蓄。如果我提前退租，刚付的3个月房租是不退的，想想就肉疼。正在我纠结之际，我被一个算命的老道拦住了。老道挂了个算无一策的牌子。姑娘要不要算一卦？我一想，最近我和牙牙都睡不安稳，那就算一卦吧。老道大呼不妙。下震上坎，易卦相叠，震为雷，坎为易，雷雨交加，险象丛生，环境恶劣啊！你身上有一股血腥味儿，住的地方不太平啊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便问怎么个不太平法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租的房子根本不是房子？不是房子是什么？房东是不是不让你往墙上钉钉子？我点点头。你今晚回去钉1颗钉子就知道了。老道又给了我2张符纸，记住，钉完之后把这2张符纸贴在身上，无论听到什么看到什么，都不要出声。到了晚上，女儿睡着之后，我拿出符纸，分别贴在我和女儿身上，然后拿起锤子和钉子，用力钉进墙壁。没想到离奇的一幕发生了，房东从来不让在墙上钉钉子，而我却听了老道的话，将1颗钉子钉了上去。没想到离奇的一幕发生了，墙壁上忽然出现了一个黑影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妈妈！这时女儿醒了，我示意她不要出声，然后抱起女儿飞奔出房门，却看到房东站在2楼的楼梯口，定定地看着我。大半夜的，你做什么啊？房东一脸关切地看着我和牙牙。你抱着枕头做什么？闻言，我低头看向自己的怀中，不由得头皮一麻。我怀里还真的是枕头，女儿不见了。我转身冲进房间，房间里空空如也。都怪我应该早些离开的，也不该听瞎道似的去拿钉子钉什么墙壁，我应该直接搬走。这房子是不是房子，是什么东西跟我无关，我只要我的女儿。房东摘下我身上的符纸。江之，这是谁给你的？这个是迷魂符，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。这时天已放亮，我抬起头看着房间内的一切，墙上的黑影不见了，就连锤子和钉子也不见了踪影。牙牙光着脚站在床边，哭着叫妈妈。这什么情况？江之，你知道我这里的房租为什么这么便宜吗？这几年有个房地产开发商看中了这块地皮，而我家是仅剩的钉子户，所以他们想方设法赶走我的租客，切断我和我母亲的经济来源。我母亲还被刺激出了精神病。江之，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要相信，给你符纸的人不可信。房东这么一说，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怪自己轻信那个瞎道士，弄了个迷魂符把自己吓个半死。第2天下班路上再次遇到了那个老道，我一看到那个道士便气不打一处来，不料我还未开口，他便大惊失色道：你的孩子丢了。我冷笑道：我女儿好好在幼儿园呢，你别骗人了。我掏出他给的符纸扔在地上，他脸色苍白，喃喃自语：好厉害的煞气，这符纸被他毁了。装，接着装，开发商到底给你多少钱让你装神弄鬼？什么？瞎道士一脸疑惑。你呀，小心你的房东啊，尽早搬出来吧，不
不能搭进去个女儿，再把自己搭进去。你若是不信，就试试他说的第2条禁忌。我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离开了。傍晚接了女儿回家，我发现这孩子话变得特别少。宝贝，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给妈妈说说。女儿依旧不出声。我想着孩子会不会昨晚被吓到了，便说：宝贝，若是不喜欢这个房子，等明天妈妈找老板预支一下工资，带你重新租个房子好不好？不好。女儿突然开了口：我不要离开这个房子，这是我家。我一愣，牙牙这个态度我完全没想到。我想起今天夏老道说我女儿丢了的话，一股凉意自脚跟直冲脑门。若眼前的人不是我的女儿，那会是谁？晚上我躺在床上，想起了老道说的第2条禁忌，我咬了咬牙，便买了一个次日达的生活用品，写了房东当初发给我的地址。天一亮，我送完女儿上幼儿园，没有一点心思去上班了。突然快递的电话打过来了。您好，您的送货地址好像不对。我屏住呼吸问：怎么不对？这个地址不存在，爱子街只有1到139号，没有140号。定位显示这里是一片荒地。千万不要在酒店安装针孔摄像头，因为你极有可能拍到可怕的事。起初我为了寻求刺激，就在自己的酒店里埋设了许多针孔摄像头。今天正巧来了一对情侣，那小女友肤白貌美，第一眼我就被迷上了。于是我感慨地点开监视器，期待着好看的画面。可下一秒，我的笑容就僵住了。屏幕里的男人表情诡异，从厕所里拖出一个人，他胸口上插着一把刀，血液近乎染红了他的整个上半身，而那张惨白的脸更加让我汗毛竖立。这个人竟是我自己，什么情况？我冷汗直冒，既疑惑又惊恐地盯着监控里的画面。我这不是好端端地站在这吗？可那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死人又是谁呢？眼看的男人找来了斧头，准备下一步行动，我再也忍不住，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可迎接我的只有一连串没有尽头的忙音。为什么电话打不通呢？我心惊胆战地放下手机，去厨房拿了把刀，走出了房门，带着疑惑恐惧，悄悄地来到了302的房门口。我慢慢侧过头，把耳朵抵在门前，屏住呼吸，却没听到一点动静。我又往前迈了一步，干脆把脸贴在门上，没想到门竟然被我直接推开。我打了个哆嗦，刚想掉头就跑，却离奇发现302房间里竟空无一人，地上也没有任何血迹。有人吗？我抖着胆子喊了一句。好奇怪，难道监控是假的？我轻手轻脚地缓缓迈进屋子，房间里安静无人，却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腥臭味。耳边听到了淋浴声，正是一侧的卫生间里传来的。我缓缓推开厕所门，竟看到2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吓了一跳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与门缝后的眼睛对视了10几秒，我突然感觉有些不对，耳畔的淋浴声与浓重的血腥味萦绕在房间里。我举起刀慢慢靠近，赫然看见一个女孩坐在地上，花洒喷下的冷水淋湿她的全身。这女孩是那男人的女朋友。我愣了几秒，终于反应过来，她早已经失去了生命。我尖叫一声，回头就往门外冲，晃的感觉肩后伸出一只手，狠狠地勒在我脖子上。我惊恐地比划着手里的刀反抗，可手臂突然被一股力量控制，刀尖无法自控地插在了自己的胸口上。我用尽全身力气试图抬起手臂，却动弹不得。不一会我就瘫软地倒在了地上。我猛地抽搐一下，正巧对上那张诡异的脸。男人咧着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接着我的身体被一点点拖出了厕所。在彻底闭上双眼的前一秒，我才发觉此刻插在胸口上的这把刀，就是我之前在监控器里看到的那把。接着眼前陷入一片黑暗，再睁开眼，自己竟再次端坐在监控屏幕面前。我还活着，可监控里出现的熟悉一幕让我眉头紧锁。画面中男人正在将我从厕所里往外拖，这不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吗？仔细看屏幕右下角，我这才发现显示的居然是10分钟之后的时间。我缩回到椅子里，大口呼吸，尽快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这个监控似乎显示的是10分钟之后发生的事情。刚刚他成功预告了我的死亡，如果我这次选择不出门，不就不会死了？这次说什么我也不会去302了，但那女孩肯定已经被杀了。等再过10分钟，我就去最近的警察局报警，把那变态抓了。这么想着，眼角的余光却瞥见有些异样，面前的监控画面不知何时改变了，本应躺在地上的我消失了，那个凶手也不见了。不对，怎么好像连场景都变了？仔细一看，我头发根都立起来了。这无比熟悉的摆设，这不就是我的房间吗？此时画面边缘露出了半张脸，表情扭曲而痛苦，那正是我自己的脸。踉跄几步后，监控中的我咚地倒在了地上。怎么又死了？我猛地跑向门口，将房门反锁，眼睛紧盯着猫眼之外的走廊。按照监控显示的，凶手现在应该已经上楼来找我了，只要把他堵在门外，我就能活。时间1分1秒地走过，我大气不敢出，死死注视着门外，看了一眼钟表，已经过去9分钟了，离死期还有1分钟。不对呀，按照预告，我应该已经和凶手遭遇了呀，但是他现在都还没上楼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难道监控有错，或者我已经成功改写死局了？突然我猛地意识到另一个极为恐怖的可能，我僵硬地缓缓回过头，看见面前的床下慢慢伸出2只手，那男人从床下迅速爬出来，他握着一把工具锤。
我猛吸一口冷气，慌忙转头拧动把手，刚把门推开一条缝，耳侧就冒出一声闷响，瞬间感觉天旋地转。我手掌扶着额头，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，接着颓然趴倒在地。我唰地从桌上弹起来，直愣愣地盯着面前的监控显示器，眩晕与疼痛源源不断地自颅顶传来，我竟再次回到了10分钟前。一名长相漂亮、身材又好的女生做邻居是一种什么体验？隔壁的女生真的很奇怪，每天晚上11点出门，早上7点准时回来。刚开始我以为她从事的是一种特殊职业，直到我发现了她背后惊人的秘密。因为我下班比较晚，所以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电梯里和她偶遇。她正好去上班，而我正巧回家。可让我惊奇的是，这个女生每次见到我都会露出迷人的笑容。内心极度自恋的我还以为她是对我有意思，于是我就每天期待着和她偶遇。这天我因为加班的缘故，回家的时候已经11点30分了，刚好错过与那个女生碰面的时间。可当经过女生家门的时候，竟发现她的房门正好有一道缝隙，估计是女生走得太急忘记锁门了。本来还沮丧的我顿时起了坏心思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她的房门，然后走进了女生的家里。她的房间里充满了一种玫瑰香和腐臭的混合味道，房间里的摆设却十分整齐。我悄悄走到里面，看到一个铺着粉红色床单的大床，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，当时就爬了上去，不停地在床上翻滚。然后我又走进卫生间，看见洗漱台上摆满了女生的化妆品，洗衣机旁边还有她的几件贴身衣物。我刚要伸手去拿，此时房门响了，是有人开锁的声音。奇怪，难道是女生这个时间点回来了吗？我赶紧跑出卫生间，然后连滚带爬地躲到了床底下。房门打开后，我看见那个女生走了进来，我内心祈祷着她发现不了我。可女生一眼便看到了被我弄乱的床单，然而她并没有一点惊讶的表情，只是轻声喊道：“亲爱的，是你吗？”见久久没有回话，女生便脱掉衣服走进了卫生间。不一会，卫生间里传来了淋浴的声音。借着淋浴声的掩护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，正准备悄无声息地离开时，我心中竟有了一丝犹豫，伸手想去拉开卫生间的门。然而下一秒，卫生间门突然被女生打开，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一时间又尴尬又害怕，也不该说什么好。与此同时，房门也被人打开，走进来一个长相凶恶的男人。我吓得后退几步，却不小心碰到了一旁的柜子，一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掉了出来。仔细一看，竟是一个男人的轮廓。通过两人的谈话，我这才意识到他们竟然是一对变态嘎人魔。没想到我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此时那个长相凶恶的男人拿出一把刀子，缓缓向我走来，而女生也似乎见怪不怪了。这下我无处可逃了，